老师好，今天我来的目的呢，就是想让你帮我解解疑惑。解什么疑惑？我父亲特别好买这些瓷片，但是我感觉这种东西破破烂烂的，又没有什么意义。你知道真假对吧？对。如果这样的东西出现在你们家里边，你们会不会像藏友一样烦恼？占到家里边很占地方。那少了就这么几块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。你家有多少？有很多。就凭您拿的这几块瓷片，我给你说道，你就听听，你父亲留的是财富还是麻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呢，就有年元佑4年，元佑是北宋的年号。首先这字说明什么呢？是北宋时期的。北宋4年哪一年？一查，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，和什么什么有关系，这是不是就研究了？研究的过程是不是乐趣就来了？这个啊，然后再看看其他的啊。千门开锁，万灯明，正月中旬，动地经，300内人连秀舞，一时天上祝词声。正月中旬干嘛呢？上元节，从天上看是底下一片通明，神仙一看，哎呀，人间这么太平啊，这么好啊，大家都来，咱是附庸风雅，每人写首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你看这个呢，什么无忧无虑，又无求，何必斤斤计小愁？明月清风随意取，青山绿水任遨游。这首诗呢，是唐代的邵雍写的，叫《知足诗》。看这个吧，看山看水独坐，清风轻雨高眠，客来客去日日，花开花落年年。就比较洒脱那种感觉。你父亲留给你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，是他毕生的心血，通过自己的爱好，然后用自己日积月累的时间功夫和金钱，累积的一大堆学习教材。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的？外贸。你做外贸，把它做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创，做成 T 恤衫，把这个词印到上面，你家独版的，好吧？谢谢。啊，你们觉得他应该能值多少钱？这要组合下来，值个2、3千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 500块一片是吧？打字才去卖500呢，让我全都让它产生附加价值，对不对？500块钱卖了，版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，不给你估具体的价格了，但是我觉得袁碧这位大姐说的价值要高得多。陆俊姐，对。我是从青岛特意赶过来，然后这幅画呢是朱彦英先生的，然后受朋友所托，因为朱彦英先生呢是浙江海盐上虚里的第23世，我呢是30世，朋友认为让我来看看能不能今天鉴宝成功。好，来展开，让我们大家伙看看。朱彦英听的大家伙知道吗？很熟悉啊，是山水画宗师陆延绍先生的夫人。陆延绍大师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名气很大。来，大家伙看看这幅画，感觉怎么样？他这个用笔的方法呢，我感觉就比较柔一点，没有那么凌厉，细微之处画得非常详细。应该是个女性的画吧？你刚才说的。是的啊，对，从辈分上我应该称呼她祖姑。哎呦，这幅画我感觉偏写意一点，而且整体来说的话，看起来很秀丽、很文秀的那种风格，还是挺喜欢的。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收藏价值的。今天你带来的这一幅作品看起来啊，耳目一新。这个名字呢是晏婴女史朱端，端正的端。那么说是陆延绍大师的夫人，确实也叫朱晏婴，他那个是燕字的燕，咱们这个是砚台的砚，所以说音同。那么呢，这个陆延绍夫人呢，是不是会画画？从目前我的认识当中呢，确实是也没了解过。只说咱分析这个朱晏婴名字都一样，也重叠，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目前没有实证是一个人。那么我们就这幅画而言，朱晏婴女史在晚清民国的时候确有其人，她是大名鼎鼎的房宾虹的弟子，浙江海盐人。资料显示，在历史上晚清民国，这个人他有一个重大贡献，曾经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
他编撰了海盐画史，海盐这个人才辈出啊，画家特别多，从隋唐时期到宋元明清，200多位画家给整理出来了，所以说对乡邦文化、对海盐的这个文史做出很大的贡献。那么他这本书呢，谁给他落的款呢？是黄宾虹先生，非常了不得。哦。那么我们再看这幅画的画面，画面清新自然，而且透露出黄宾虹先生的画的丰厚，但是呢，又能够显示他的俊逸秀逸的女性画家的一个画面感。所以说，无论是他的勾抻插、染点以及着色，都是那么沉静，那么的秀逸。尤其是这个点景的一叶扁舟，就是中国画的重要的点景的作用啊，神来之笔，非常的灵异。根据画面所呈现的内容，再加上它的功力，就是这幅作品经综合分析，这是一幅近现代名家朱艳英女史的真品。这同音，只不过不同人，我们把它认错了。目前呢是这样的，也不一定是错。陆延绍夫人确实名叫朱艳英，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，还需要有待考证，进一步的考证，好吧？朱艳英的她的画呢，市场曾经成交过有小几十万的，但是我们根据今天此情此景，我给出的估价是2万元人民币。很中肯的一个市场表现。虽然价格不是很高，但是画面的清新感，确实能够赏心悦目。恭喜您鉴宝成功，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！感谢华玉之门，感谢谭老师。这是一个斗青镂空，这个高度得有70几公分哈。觉得怎么样，老先生？有你老不老？不准有了。没有你老。你多少年纪了？68。小伙子，你多少年纪了？我20。他跟你年纪差不多。这个胎啊，就是现代自胎淘汰的，这个很生硬的，而且这个釉子啊很薄，这种青釉啊，釉子应该很厚的很。那你说它是老的还是新的？那跟我一般了，那就新的喽。来的东西千奇百怪，有70几公分高的，平也有这种刚。你们来猜一猜，这东西老不老？看着像老的。他今年68岁，这个你有他年纪大吗？没有，有他的年纪大。没错，东西啊比你老，民国晚期的，就是那个腌菜坛子。北方我们在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陕西都有这种土窑烧的，但是这种东西啊不值钱的，出货。看我说老师，你看这地，他开着数字，就这是一个亿是吧？不，你不要搞错，这个是开裂。属于啥窑口啊？这个就是北方的窑口，小窑土窑烧的，山西也有，河南也有。属于这磁州系不？磁州系价值没有？没有价值的，发大财啊！为啥？这个盘子刚刚拍过，这个都是要8位数。你觉得发财了没有？是，我不懂事，专家看看。第一啊，大家要知道，就是这个陶啊，画的是像，但是呢，胭脂红吹的那个颜色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一点没有渐变的过渡，而且胭脂红薄的要死。整个的这个画呢，画的就是什么，好像在线条上照着描一样，所以这种一看就什么，比现在的制作工艺。哎呦我去，拿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是7位数、8位数。你看，胭脂红的压道乾隆款，这个不到9位数。今天晚上回去啊，抱着它做一个梦，梦里全都有。乾隆时期的压道啊，要又细又深，而且压道的那个线条啊，歪歪斜斜的，不可能这么整齐啊。今后看到这么整齐的都是新的。你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吗？摇铃像是。我猜一下，它不会是那种筛酒用的吧？漏斗。下面是有孔的啊，
像个漏斗一样，外面是有大明宣德年字，是连瓣。在耿老的书里面，明清瓷器鉴赏就有这个东西的造型。可能当时的时候啊，是医疗上面用于过滤药渣。对，漏斗母。但是这个啊也是现代新的。哎，龙纹啊，细锦龙，里面还有人生长治百年罪，算来36000塔，就是一个人啊活100岁，每天喝醉的话，也就是36000天。人生啊很匆匆的，也就是说。该吃该喝，不要去玩这个东西，是吧？玩了这个东西，这个说句实在的话，别说36000场了，18000场都搞不定。这个也是新的，都是现代的，仿元代的东西。最后一件口吐莲花啊，哎呀，成画款了估计。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叫脱胎器。咱们景德镇御窑厂啊，有成画地层出来了很多。那个脱胎器什么？叫锥花。就看得到里面的纹饰，但是摸起来是平的，我不是这样。东西呢很不错，很漂亮啊，就是颜色呀、光泽呀，从这个审美的角度来求人走你问是吧？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买了，买了20多年了。这个和汝窑不一样，这是钧窑的，这是钧窑的。内釉呢是天青釉的，外面是红釉的。全族工艺呢也有护台釉这种效果，上手呢很重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第一，它的胎泥啊是细腻的啊，包括这个上面的釉呈现出来的这个窑变釉的这种红釉效果呢，变化都非常的好看。这里边含有金属成分。金属成分氧化铜成分，这为什么会发生窑变红呢？这氧化亚铜色是红色的。它这烧造的过程当中，它不是有锤釉吗？锤釉了之后呢，这釉呢堆积在这里，烧完之后，它在这里釉后釉呢，它要把它处理掉。那么这个痕迹的细微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它是有年份的，经历时间很长年份的。哦。这个修台工艺啊，不是那种传统的和宋金时期那个修台工艺一致的，但是它和明清时期的这个工艺也不太一致。它的底部倒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，就比如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磨损痕迹，没有那种，但是在边沿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。那么它也不是新的，但是老到啥时候呢？按照这个工艺的这个制作来看呢，差不多有100来年吧。花了多少钱？80块钱。80块钱，那你买值了。保守的估价要8000块吧。好，恭喜你啊！来着。